因为我本身自己从事机车行的工作，那有跟那个金宝华车的领队贤哥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对，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有稍微跟我们提起说，他想要在泰国这边成立一个车队这样子，然后就有稍微跟我们讲一下他的想法，就跟贤哥询问说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要加入车队这样。对，那这一次参加泰国他们这一次的比赛，你其实可以很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一个车队想要争冠的那种冲劲，像譬如说，隔壁 Peter 他们每一场这样下来，引擎这样拆，然后拆完了，在下一次练习之前就把车子组装起来。选手下场之后，整个工作人员他们对于他选手在上面骑乘的时候的一些反馈，其实都是很强烈的。然后包含你近距离在观赏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感，其实真的跟台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家人其实一直都不反对我骑车啦，只是毕竟还是会有顾虑，就是因为骑车毕竟还是很危险。对，那这一次说要来比赛，其实家人一开始听到也是觉得怎么骑个车跑到国外去？对，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因为刚好这一次是经过贤哥或者是还有金宝华车队他们提供的这个环境，那我觉得说，或许这一辈子可能不见得会有这么多次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的机会，我觉得我就必须把它把握住。但是我觉得骑车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就很像对事情的态度一样。我觉得我今天想做了，我就想把它做好；我今天想骑了，我就想把它骑好。不论是改装也好，骑车也好，我都觉得其实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目标啦，给自己一个目标，那达成这个目标，那下次之后再给自己更严厉一点的目标，那再朝这个目标去努力。我觉得这样子等于说是这个行为，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一直鞭策自己一直前进的一个方向，就是梦想可以错过，不能不做。因为我们毕竟生活会有一些很现实的考量，就像小时候我想当太空人，但是你发现其实台湾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太空人的训练，那所以这个梦想就先搁一边。很多时候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圆梦。但是这个梦想难道就不要了吗？就放弃了吗？不可能。那今天我觉得骑车对我来说，一直以来都是只是把它当作休闲。那没有人会去想过说，当然看到电视上很多那些 GP 车手啊或者是什么，当然会觉得有时候甚至会很不要脸的去幻想自己是在场上的那些选手。但是对我来讲，骑车我觉得在我的骑车过程中，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我会希望我可以让自己有一些回忆，可以跟我的小孩说，怎样，你爸以前也是跑过国外比赛，或是什么之类的。对，那会不会有下次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个现阶段的目标我达成了。那我有可能回去之后又给自己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可能我以后会想要继续参加这种赛事，然后甚至去为了名次而努力，但是那个都是目标。那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试试看。那至少在这一次之前，我的目标我达成了，我在国外骑车，然后接受的是一个强度很强的一个赛事。对，虽然成绩跑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跨出去这一步，我至少做到很多人对于骑车来说不见得会做到的一件事情。能这么顺利的完成，当然就有很多人要感谢，包含我的家人，他们没有很反对的去阻止我做这件事情。那
当然他们担心的事情我全部都写在脸上，其实我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再来就是贤哥、贤少，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有时候人家说，一匹千里马也要遇到一个好伯乐。那我不见得是个千里马，但是我相信贤哥、贤少绝对是一个好伯乐。那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那不论是或许骑车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或者是说，其实参加这种活动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一个赌注，因为有可能我在这边骑得不好，或者是受伤了什么，其实他们都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帮我一起完成这个梦想。对，其实要感谢的人很多，包含台湾的一些朋友，在脸书上也好，或者是在 LINE 里面也好，对我的鼓励。对，但是我完成了，谢谢你们。